富权贵的男人发现，短短几日和离的妻子竟然从一个商贩逆袭成为花店老板，他再一次刷新了对他的认知。就在女人被无赖纠缠时，他立刻上前解围，结果却被暴打一顿。此前，何为芳在孙大娘和大福的帮助下调制出了新型牡丹香粉，为了打响名号，盛意假意擦拭香粉，吸引周围女客的注意。大福则当众表演杂耍，趁机给新店做宣传。很快，何为芳的小摊就被围得水泄不通。为了解决人手的问题，何为芳推出了自制调香方法，不仅别出心裁，还获得了众人的喜爱。何为芳凭借着出色的经商头脑，很快将春一晚的花肥挣了回来，而且他还给盛意在贵坊中开了个户，把每个月的盈余都存在了里面。从此，盛意也有了自己的存款，等有朝一日也能把弟弟接过来。盛意满眼的感动和开心，他终于可以顺应本心过日子了。另一边，皇帝的老师徐祖平为官清廉，朝堂之上公然违背了宁王的旨意，此举彻底激怒了宁王。下朝后便对他下了追杀令。与此同时，出城采买花苗的何为芳赶上了大雨，于是找了一处庇护所，却意外撞见杀手行刺徐祖平，他吓得躲了起来。这是一个黑衣人一上来直接刀了刺客，摘下面罩，此人正是蒋长阳。不明所以的何为芳误以为他杀了徐祖平，惊吓过度的他不敢发出任何声音。蒋长阳似乎察觉异样，为避免被发现，何为芳藏进竹筐中。当他再次醒来，已经回到了家中。从盛意口中徐祖平去世的消息，他便意识到这不是一场梦。想到表兄在国子监任职，定会打击颇大。出于关心何为芳，来到了国子监。众人都以为徐祖平被流寇所杀，只有何为芳知道事情的经过。这时，蒋长阳迈着悲痛的步伐前来祭拜恩师，紧接着便是一顿捶胸顿足。这些年，就是因老师气了，长阳罪过未还，老师怎么就走了？众人被他浮夸的演技惊掉了下巴，想到昨夜他杀伐果断的样子，何为芳不自觉地感到后背发凉。为了避免他打扰了老师的清静，表兄命人把蒋长阳带走。当他狂飙演技的时候，却发现了何为芳的身影。出于怀疑，他命手下前去查验。此时的何为芳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，在看到蒋长阳时不自觉地躲闪，这也证实了他的猜想。当晚便爬上何为芳的墙头，他已知晓何为芳目睹了一切，因此出言敲打对方。何为芳自知对方的实力，所以向蒋长阳保证自己定会守口如瓶。此事风波一过，何为芳便盘下铺子，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花店。新店开业，宾客络绎不绝，生意日渐红火。盛意用自己的钱帮何为芳赎回了母亲的遗物，何为芳十分感动。另一边，刘畅为了施展抱负，想要去赈灾，却被宁王一口回绝。宁王认为他自视清高，作为赘婿最应该做的就是陪好自己的女儿。刘畅这才意识到自己在他心中只是恃主卖笑的无能之人，本就郁闷的他还要花费心思哄县主开心。恍惚间，他似乎看到了何为芳的身影，于是便找借口摆脱了县主。出来后的他到酒楼借酒消愁，却意外撞见何为芳，他瞬间欣喜若狂。夜晚醉酒的他前来找何为芳，却发现他被无赖纠缠。刘畅立刻将无赖撞开，无赖以为两人相熟，但是何为芳却转身离开。无赖转头要和刘畅算账，刘畅借着酒劲和对方大打出手，结果却被一顿暴揍。当对方看出刘畅是宁王的人，立刻跪地求饶。无赖走后，何为芳命人给他送一盒药，看着手里的药，他开心不已。不管从前或者现在，何为芳对他的态度始终如一。别人请的都是这款牌子，只有你，在你眼中，我一直都只是刘子树。男人遭遇小姨在线催婚，为了蒙混过关，他顺势将女孩揽入怀中，表示此生非他不娶。女孩清醒地知道两人是在单纯不过的金钱关系，所以对他的暗示不予理会。臭死贼，还想占我便宜！告诉你，你若是再纠缠我，我就吊死在你这个贾府门口！何为芳新店开业后，生意日益兴隆。为了花满珠日后的发展，他决定加入花会。隔天一早，他便备了厚礼拜见行头。见老板竟是女子，行会众人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，将他们从未时晾到了有时。大福的耐心已经被消磨殆尽，见时机成熟，行头便赶了过来。他们提出收购花满柱，聘请何为芳当花匠，如果不同意分成，便要进行5-5分。大福意识到对方是在故意刁难，忍不住上前理论，却被行头嘲笑粗鄙不堪。何为芳意识到对方的区别对待，大福脾气虽然暴躁，但是话糙理不糙。没有想到，
行会竟然有这般毫无道理的规矩，视我等女子为蝼蚁。既然如此，那便没有什么可谈的。何为芳气愤地转身离开，盛义担心得罪了行会，劝何为芳不要意气用事。但是何为芳宁愿不开店，也不想被人欺压一辈子，因为得罪了行会，行会断了他们的供肥渠道。如今无一人敢向花满柱供肥，盛义提出向行会示弱，度过眼下的困境。但是何为芳知道一味的隐忍只会让对方变本加厉地欺压他们，既然买不到花肥，他们便自己动手造。于是夜晚几人用药铺的废渣、屠户丢弃的羽毛粪便以及酒楼吃剩下的肉骨鱼刺作为原料，寻一片荒地。虽然辛苦，但是他们定能呕出自己的花肥。隔天一大早，何为芳来到蒋府交上个月的分红。就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却听到宁王和刘畅前来做客，担心被发现，何为芳慌里慌张地躲了起来。当刘畅看到桌子上的牡丹，便想起了前妻。出于好奇，他忍不住询问对方为何将败了的牡丹摆在这。怎料蒋长阳却哪壶不开提哪壶。你的亡妻何氏最善料理牡丹，此师兄莫不是遣花思人了？此刻躲在柜子里的何为芳恨不得刀了他。随后蒋长阳借口将两人引到花园赏花。逃过一劫的何为芳刚要出来，却听到柜子里传来的声响。他壮着胆子拉开帷幔，死去的徐继久突然出现，何为芳被吓得晕了过去。当他再次醒来，就看到蒋长阳正恶狠狠地盯着他。何为芳苦苦哀求他能放过自己，但是蒋长阳却告诉他今天必死无疑。为了不拖累盛义和大福，他鼓足勇气刺了下去。蒋长阳见状彻底绷不住了，何为芳这才意识到自己被他给耍了。原来蒋长阳是在保护徐祖平，这是他精心设计的戏码，既能在朝堂维持对宁王的支持，又能暗中保护正直之人。时至今日，何为芳才发现蒋长阳贪污受贿、纨绔不堪，皆是他的伪装。两人一边赏月，一边畅谈心事，他们的感情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就这样，两人在花丛中露宿了一夜。第二天，何为芳醒来，却被在线吃瓜的小姨吓了一跳。随后小姨便命人把蒋长阳绑起来。何为芳暗自窃喜，没想到蒋长阳也有怕的人。小姨对何为芳甚是满意，于是催促外甥赶紧下手。说罢便以损坏女孩名节，要求立刻上门下聘提亲。听闻此言，何为芳慌了。我们是再下聘不过的金钱关系。你放心，千金聘礼，上百田宅商铺，我定不会让他在钱上面亏待了你。为了摆脱小姨催婚，蒋长阳顺势而为，表示早已心系牡丹许久，此生非他不娶。何为芳本想解释，却被蒋长阳捂住嘴巴，并给对方疯狂暗示：臭死贼，还想占我便宜！告诉你，若是再纠缠我，我就吊死在你这个蒋府门口！自命清高的男人公然拒绝与县主的婚事，转头又恬不知耻地跪求前妻复合。殊不知他的举动却差点要了前妻的命。此前牡丹的花满柱生意日渐红火，却遭到同传的嫉妒。对方收买骗子到花满柱门前闹事，污蔑牡丹命中克夫。女人口口声声说用了牡丹的香粉后，每次和夫君亲近之时，对方都会头晕目眩、四肢无力，直到找到方士，才发现是花满柱的香粉沾染了煞气。牡丹疑惑有病找方士，却不找医师，显然对方是冲着自己来的。方士故弄玄虚，称牡丹被要挟附身，吸走4邻的福禄，还忘自己的财。听闻此言，围观的群众瞬间慌了神。大福忍不住要上前教训一下满口胡诌的方士，但是牡丹却提醒他不要中了敌人的圈套。随后他便大胆让方士测试自己体内的妖邪是何样子。紧接着方士便拿出一枚铜镜子，一顿虚张声势后，手中竟然冒出浓烟。牡丹一眼便看出端倪，手中的烟是抹了火石所致。心虚的方士不敢被查验，所以故意弄碎铜镜。就在众人大吃一惊时，店铺的伙计突然口吐鲜血，晕倒在地，场面瞬间乱作一团。定了我的夫君啊！你又坑倒了自己的伙计，只怕过不了几日，这花满柱所有的人都要你给坑死了！牡丹万万没想到，伙计早已被对方收买，就是要在关键时刻给他致命一击。这样一来，所有人都将牡丹视为煞物，担心沾染了煞气。围观的群众将购买的花粉摔得粉碎。他只想安身立命，却没想到处处是小人。但是这些小把戏在他面前根本微不足道。他早已想到破局之法，那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隔天在牡丹的安排下，蒋长阳特意到副行头的店铺选了一个香囊，当路过花满柱时假装吐血不止，时机成熟让被收买方士前来驱邪，果然还是银子最好使。昨日还说牡丹命中带煞，今日就变成祥瑞了。
紧接着将目标对准蒋长阳，方士指出他腰间的香囊便是煞气所在。此要挟已经从花满柱转移到了曹副行头的身上。时机成熟，牡丹拿出从寺庙开了光的香囊给蒋长阳戴上，蒋长阳瞬间戏精附体，转眼变得生龙活虎。牡丹还真是生意脑，此次也算是因祸得福。除了花粉，他们又多了一项香囊生意。花满柱因此轰动了整个长安。刘畅的母亲为了融入贵妇圈，前往花店挑选胭脂，结果却意外发现牡丹还活着。刘母大惊失色，急忙调转马车将此事告知刘父，担心牡丹的存在影响刘畅和县主的婚事。刘父再一次要对牡丹痛下杀手。牡丹此时已经察觉危险，趁机推开杀手，然后向山林跑去。他一路狂奔，杀手却对他穷追不舍。他猛然间发现山下的车队，于是纵身一跃，直接从山上滚了下去。遗憾的是，他并没有赶上，而杀手已经追了上来。无论对方是谁，我愿意出消费的价格。显然，背后之人就是要置他于死地。就在他招架不住之时，刺客被人一箭射中，牡丹趁机划伤对方，杀手无奈只能趁机逃走。牡丹万万没想到，救自己的竟然是女子。对方贴心给牡丹换上了干净的衣服，牡丹很是感激，承诺有朝一日定会报答救命之恩。牡丹已经猜到是刘父派人刺杀他，为了让对方放过自己，他亲自约见了刘畅，告诉他自己差一点又要命丧黄泉。刘畅却想将牡丹留在身边保护，殊不知连父母都不敢忤逆的人，如何能护得了他？你口中的保护，不过是他们用来杀我的刀，这跟你亲自杀了我又有何区别呢？何为芳已死，还请他们高抬贵手，也请你放过我。还万万没想到，自己甘愿舍弃名节也要追随的男人，一边享受着自己带给他的荣华富贵，一边又自命清高地将一切不满宣泄在他的身上。让我背负着空间的马面，让我背负着对你的愧疚，让刘家因为仇恨不敢也不能推掉这门亲事。如今你还要我装作一无所知，继续与你成婚？不久前，何为芳辛苦培育的火药金丹，一夜之间全被介虫侵害。经过检查，才发现花肥被人动了手脚。盛义立刻将矛头对准吕更春，因为昨日他借口做花在园中待了好久，况且他爹是花卉行头，定是怕花满柱抢了花卉的生意，才指使女儿暗中投虫。何为芳相信吕更春的为人，也有可能是花肥进门之前就已经被投虫。恰巧这时吕更春过来了，他极力解释自己不可能这么做，但是盛义和大福却不相信，说罢就要教训吕更春。经过多日相处，何为芳相信他的为人，眼下最要紧的是救花。随后几人合力将虫卵全部清理干净，吸取了上次的经验，每次花肥上门都会仔细查验。果然在蔡大郎家送的花肥中查出虫卵。面对质问，蔡大郎还想狡辩，何为芳早已看穿一切。以前他来送肥时穿的都是旧衣，结果几天不见，全身上下焕然一新，可见雇他投虫的人肯定给了不少报酬。如果官府到他府中一搜，便可知晓。听闻此言，蔡大郎彻底慌了，直接供出背后主使曹副行头。为了拆穿副行头的真面目，吕更春故意将父亲引到酒楼。听到副行头雇佣蔡大郎陷害花满柱一事，吕行头平生最痛恨残害花卉。何为芳本不想与花卉为敌，所以并未递交官府，只想行头能给自己一个交代。副行头慌了，他苦苦哀求何为芳放过自己。何为芳也不想再纠缠，只要他能以5倍赔偿，便既往不咎。吕行头最终也心软了，只是免去了他行头的职位。对方虽然表面悔过，内心却在盘算着什么。另一边，刘畅不想和县主成婚，便以公务为由推迟婚期。县主只以为他心情不好，所以告诉他自己已经将轻慢他的户部官员全部教训了一遍。刘畅彻底怒了，指责县主擅作主张。县主不理解自己处处为他着想，刘畅却迁怒于他。这时却被突如其来的狗叫声打断，下人连忙解释狗是宁王所赠，得知是父王送来的。县主冷漠的眼神立刻变得温柔，简直和刚刚判若两人。刘畅忍不住自嘲，感觉自己就是县主身边豢养的一只狗，自己满腔抱负无处施展，毫无价值所言。没有我，你根本进不了户部。你只要惜我爱我，再高的官职，父王都会给你。所以我的仕途完全建立在一个女人的闺房软榻之上，是吗？这是旁人求而不得的恩典，你为何要别有舍心？所以我的理想抱负于你而言就这般低贱，这般无足轻重。刘畅情绪彻底爆发，在县主眼里自己这般低贱，而前妻牡丹从未轻看过自己。县主这才意识到刘畅对何为芳念念不忘，愤怒之下将牡丹与自己合作，帮助自己和刘畅定下婚约，他可以如愿和离异一事全盘托出。你当真是疯了？
县主没想到自己舍弃清白要嫁的男人，却将一切过错归咎于他，压抑已久的情绪彻底爆发。刘畅对县主彻底失望，下定决心拒绝与他的婚事。失落的他来到酒楼买醉，结果不慎跌倒，被牡丹扶起。见对方策论掉进河中，牡丹亲自下去帮他捡起。牡丹很是欣赏他的策论，刘畅没想到此生竟然还能碰到懂自己的人，自己的策论在权贵那里弃如敝履，在他的眼里却是若珍宝。就在他接过策论，才发现竟然是自己的前妻牡丹。原来和自己共鸣的一直是自己抛弃的妻子。他悔不当初，苦苦哀求牡丹与自己重修旧好。头脑清醒的牡丹又怎会被他牵绊？畅，先成为个人，再去背你所谓的姓氏吧。好不容易摆脱家暴的盛意，却因为渣男的一点小恩小惠，便开始摇摆不定。王晴看到盛意越过越好，开始对他嘘寒问暖，并且试图给对方洗脑，告诉他酒房后的老妇年轻时做生意，最后却孤独终老，希望他可以再给彼此一次机会。盛意明知眼前人并非良人，却还是被他的花言巧语蛊惑了心。大福见王晴又来纠缠盛意，冲上去就要揍他，直言这只是他骗人的戏码，所以不顾盛意的阻拦就要暴揍渣男，结果却误伤了盛意，这也恰恰给了渣男表现的机会。可受伤了？我受点伤没事，你要不爱就好。盛意成功被王晴洗脑，认为渣男已经诚心悔过，也开始担心多年后自己老无所依。此处盛意和何为芳的区别真的展现得淋漓尽致。何为芳觉得幸福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，自己挣来的方能长久，比起婚嫁，找一个知你懂你的人更重要。牡丹已经给他提供了金钱上的底气，情绪价值也拉满，再不济还有姐妹相伴，何必为了一个王晴做思想挣扎？可是盛意的自卑和自我厌弃是刻在骨子里的，他从小就被轻视，出嫁以后也被轻视，被前夫哥拿捏，所以他的自我价值感是比较低的。当牡丹请徐工当账房，他就会怀疑是不是自己干得不好；当牡丹重视小春，他也会心里犯嘀咕，觉得自己像沙粒，不优秀不出色不重要。王晴这个渣男非常懂怎么拿捏他，他给他买的东西不值钱，但他会让盛意觉得受重视，他会强调失去他过不好日子，同样是在抬高他的自我价值，让他觉得自己是个有用的人。盛意被他的三言两语蛊惑，开始存有侥幸心理，觉得渣男已诚心悔过，为了盛意不再孤独，牡丹让他多带些钱帛，将胞弟接到长安享福。果然原生家庭就是最伤人的存在。牡丹那么努力给他攒起来的那点自信，回趟家又被贬低的什么都不是了。他明明打扮得光鲜亮丽，只要用心看一眼就知道他自己在外面过得很好，但回到娘家依旧是爹不疼娘不爱的。他们老觉得盛意被夫家休弃是丢了他们家的人，又想把盛意往火坑里推，要将她嫁给一个40多岁有2个娃的男人。盛意自然不从，可偏偏不巧的是王晴阴魂不散的出现了。失落的盛意在雨中听了王晴的表白，便肉眼可见的动摇了。相对于被旧思想束缚的盛意，牡丹却是既清醒又独立。面对前夫求复合，她十分坚定地拒绝，并在对方宣泄不满时，直接拆穿他的真实嘴脸。刘畅3番5次纠缠他，并非情深意重，而是在刷他可悲的存在感，既想要家族荣耀，却又放不下内心的孤傲，只会自怨自艾，将过错归咎于父母的压迫、旁人的不赏识，而自己从未做过努力。就算我心之所求，可刘家的荣辱全压在我的肩上，我如何能抛下这一切？若知孤高之心，便守清平之道；若决定逆来顺受，便要承受屈膝之辱。可你非要两者皆求，到最后只会两相倾轧，粉身碎骨。直到瞒着好姐妹与家暴男复婚，直到好姐妹被丈夫出卖沦为罪奴，直到被结拜姐妹割袍断义，她才彻底崩溃，意识到自己错的有多离谱。盛意刚从火坑跳出来，却因为王晴的几句甜言蜜语再次沦陷。他不顾牡丹的反对，偷偷和王晴私会，并且将牡丹曾嫁过人的消息透露给王晴。王晴接近盛意本就是心怀不轨的，好不容易抓到牡丹的把柄，他绝不会轻易放过。于是他花言巧语哄骗盛意与自己复婚，心思单纯的盛意再次被他拿捏得死死的。与此同时，吉安县主也发现牡丹假死的秘密，为了不让刘畅怀疑到自己身上，这次他要借刘申之手以绝后患。另一边缺乏主见的盛意被王晴诓骗，瞒着牡丹和王晴偷偷办了婚礼，并签下了婚书。就在他沉浸在幸福的假象中时，
王晴早已联合刘申要对牡丹下手。此刻官差已经前来逮捕牡丹，为避免徐公的身份被发现，牡丹让大夫赶紧通知徐公转移。随后牡丹被官差押到官府。朝堂上，王晴状告牡丹私造户籍，违例经商，并有发妻情侮而可以作证。此时的牡丹还不知道圣意背叛了自己，直接戳穿王晴曾点卖妻子的罪行。他不相信圣意会再往火坑里跳，结果下一秒王晴便拿出与圣意的婚书。牡丹一脸的不可置信，圣意竟然真的背叛了自己。而刘家公婆也在一旁添油加醋，证明牡丹是自家儿媳，并且掠夺了刘家财产。县令和刘家本就蛇鼠一窝，而此时蒋长阳不在长安，担心拖累徐公和同伴，牡丹承认自己就是何为芳，随后将刘家霸占他的嫁妆而不惜杀人灭口的罪行和盘托出，并状告刘家抢人钱财害人性命。没想到刘家公婆却反咬一口，污蔑牡丹故意设计陷害，但是县令却与刘家沆瀣一气，对刘家罪责不予理会，指定牡丹伪造户籍之罪，不给他任何辩解的机会，直接判牡丹杖60贬为官奴。刘家却趁机提出让牡丹归还卷走的财物，而王晴的真实目的便是侵吞花满柱。我算是看清楚了，今天这局是你们早就设计好的。堂堂的京兆府，竟与太府卿沆瀣一气，罔顾律法。我要上告！大胆！大堂之上还敢胡言！让人质无伤不见，不知悔改，给我拉下去！行刑！牡丹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会因为圣意的背叛被剥夺的一无所有，而此时的圣意苏醒后才发现王晴不见了踪影，于是鼓足勇气将门撞破，得以逃脱。出来后的他才得知牡丹被贬为奴，花满柱也成了他和王晴的私产。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再一次被王晴给诓骗了。通过王晴的话，大福才明白是圣意背叛了牡丹。牡丹的事只告诉过你若没说，王晴怎么会知道？你居然为李家铺子连人都不做了！圣意真心悔过，但却为时晚矣。任凭他如何辩白，大福也不会相信他。为了守护牡丹的花满柱，大福上前和他们拼命，但是终究是寡不敌众，不仅大腿被人划伤，还被人拳脚相加。此刻他对圣意已经彻底失望，今日他宁负往日誓言，也要与他割袍断义。从此你我再无干系。圣意彻底崩溃，但是此刻他的眼泪又有什么用呢？直到前夫自作主张给自己写信，他才明白县主为何想要置他于死地。直到昔日姐妹再入苦海，他才明白看清一个人的代价有多大。初到军营的牡丹发现，这里的罪奴竟被当作官兵取乐的工具，稍有不慎就会成为他们剑下的猎物。他忍不住斥责官兵不为国为民，反而滥杀无辜，结果却激怒了对方。在他们眼中的贱籍形如畜生，为练兵而死反而是一种荣耀。哑女担心牡丹惹恼了对方丢了命，及时劝阻了他，但是牡丹知道一旦认命和等死没有区别，于是他趁机在将士的粮食中混入有毒的野菜。等到深夜将士们腹痛难忍，他顺势研制出解毒的汤药，从而争取了留在医师处的机会。另一边，刘畅得知牡丹被发配至军营，又自我感动地给牡丹写了一封信，承诺日后定能帮他摆脱贱籍，将他就在身边好好保护他。殊不知这一举动却再一次害了牡丹。他的信被县主截获，出于记恨，他将信搅碎送到刘宅，暗示刘申必须尽快解决了牡丹。隔天哑女打水回来，却意外听见有人商议要置牡丹于死地，结果一不留神撞到木兰而打草惊蛇。为了防止计划被泄露，官兵污蔑他偷了金疮药，从而要将他活活打死。正在排队打饭的牡丹却听到哑女的求救信号，当他赶过去时，哑女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，弥留之际还不忘将消息传递给牡丹。看着女孩因自己而死，牡丹痛心疾首。为了让她体面地离开，牡丹亲自帮她梳洗干净，并换上了自己的衣衫。这时有人通知她去厨房帮工，有了哑女的提醒，牡丹处处充满了防备，趁机在饭菜中下了毒。果然夜晚几个醉酒的官兵过来闹事，对牡丹图谋不轨。牡丹奋起反抗，拼命与敌人周旋。与此同时，得知牡丹被贬为奴的消息，蒋长阳连夜从洛阳飞奔至军营，看到牡丹的衣裙，他不相信牡丹这样的女子会轻易死去。当他揭开围布，却是哑女的尸体。这时传来营中女神医出事的消息，他笃定女神一定是牡丹，而此时牡丹已经凭借自己制服了几个歹徒。喘不上气，把自己喉咙割开就能喘上气了。当他回头看见蒋长阳的那一刻，他彻底抑制不住自己泪水。
如果不是哑女以命相护，自己今天恐怕就要葬送于此。随后蒋长阳霸气为牡丹讨回公道，对方言之凿凿认为蒋长阳的手伸得有点长，自己只是管教军中贱奴，没有不妥之处。咱想打谁打谁，想杀谁杀谁。我是官，他是奴，我不相信你敢为了他杀我。你知道全长安有多少位将军，又有几个花鸟使？你背后的人是会保你，还是卖圣人一个人情？听闻此言，他瞬间慌了，但是又不敢供出幕后主使。蒋长阳已经猜出是县主所为，定是刘畅做了不妥之事，才连累了牡丹背心县主记恨。但是以牡丹现在的身份，根本动不了县主。无论是玉露还是哑女，我都无法撼动始作俑者分毫。与军中为奴，本就九死一生，但你仍为自己争得了一丝生机。蚂蚁微小，可被轻易踩死；但若蚂蚁成群，亦可助能高台。到再入苦海的女人被折磨得体无完肤，她却还是忍不住惩治渣男，为她讨回公道。直到丈夫被当众戳穿虚伪的面孔，她却始终将自己禁锢在秦舞娘的身份中。被陈旧观念束缚的她，终究是要与牡丹渐行渐远。王晴虽然得到了花满柱，但是人手不足，生意很难维持。于是他便用花言巧语哄骗盛义去店里帮忙，而盛义每天都沉浸在愧疚与自责中。无论王晴如何费力讨好，他都不予理会。王晴的耐心已经被消磨殆尽，等待他的将是一顿毒打。遍体鳞伤的他来到曾经和牡丹白手起家的破庙，祈求神明能够庇护牡丹。就当他想点燃蜡烛时，却一次又一次的被风吹灭。他明白自己罪孽深重，神明都不肯宽恕他，而牡丹却奇迹地出现了。看到他平安回来，盛义既欣喜又愧疚。看到盛义如今的窘迫，牡丹便知道他过得不尽人意。他既失望却又忍不住的心疼。盛义愧疚懊恼不已，他再也无颜面对牡丹，而牡丹却从未怪他，只是想让他看清王晴的真面目，莫要再重蹈覆辙。可是骨子里的自卑告诉他自己只是秦舞娘，更是无颜做回秦盛义。他也不想再拖累牡丹。另一边，贪婪的王晴接了一个掉脑袋的买卖。诰命夫人的寿宴可不是人人都敢接的，不仅汤老太爷难缠，汤四郎更是出了名的嚣张跋扈，所以花卉都避之不及。王晴担心搞砸了寿宴小命不保，便将陷害牡丹的过错推给盛义，请求牡丹能助自己完成寿宴，并承诺事成后将花满柱低价卖给他。牡丹早已识破他的伎俩，原来王晴接管此单还是他亲自设的局。王晴彻底慌了，希望牡丹不计前嫌出手相助。见目的达到，牡丹顺势提出了3个条件：首先让王晴归还花满柱，其次是向盛义磕头道歉。糊弄谁呢？告诉你王晴，盛义身上的伤，嘴角的血，一报还一报，我让你磕头。王晴虽心有不甘，却只能照做。最后一项便是要让他身败名裂。经商王晴，谋夺他人产业。大点声！奸商王晴，谋夺他人产业，无诚无信，终是恶果。花满柱今日重归旧主，童叟无欺。解决了王晴后，牡丹本想说服盛义离开王晴，但是陈旧的思想观念早已在他的脑海中根深蒂固。原生家庭告诉他，女人就是要以夫为天，况且如今自己不能生育，没有人会要自己，这便是他与牡丹最大的区别。牡丹真爱自身，可她却十分讨厌现在的自己。我最恨的是，为何我是女子？为何女子一旦被物质厌弃，便是被世界厌弃了？牡丹在这一刻才懂，原来盛义被世俗纲常折磨得如此痛苦。秦舞娘只是得到了盛义的7天体验皮肤，而她终究无法成为盛义。盛义的悲剧不是一人之过，单凭牡丹是无力回天的。而牡丹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帮盛义，想要将花满柱的股份分给他，但最后连个再见也没有留下。这名字可真好听。鼓足勇气手刃渣男，用自枪结束自己悲惨的一生，才知这世道的枷锁压在他身上太重了。直到大仇得报，恶人认罪伏法，才知蚂蚁虽小，亦可撼树。直到心狠手辣的女人陷害不成，反伤了自己，才知作茧自缚，终会自食恶果。前不久，牡丹发现在西市购买的粟米都掺杂了霉米，
一番调查下，发现是刘申趁机从中敛财。当年便是刘家用假公药以次充好，延误了救治母亲的时机。如今是到了他该偿还的时候了。同时，蒋长阳也想借此案垄断宁王的财路，于是两人一拍即合，上演了一出大戏。蒋长阳邀请官员赏花，故意在宴席上用了美米，趁机牵扯出稀释美米的案件。牡丹则故意向百姓揭露美米害人的真相，并向众人展示自己用美米制作的香粉而毁容的脸。此事一出，瞬间引起民愤。听了牡丹的话，百姓纷纷去京兆府告状，但县令却将百姓拒之门外，不肯受理。牡丹见状，立刻出面拉拢民心。蚂蚁虽小，容易被踩死，但若蚂蚁成群，亦可筑断高台。就在众人带着证据要去京兆府讨回公道时，县令却出面指责牡丹聚众闹事，说罢还要毁灭有关美米的证据。眼见局势愈演愈烈，牡丹则霸气带头怒怼县令，为百姓讨要说法。民以食为天，而王者以民为天。漏民逆小就是大案，当由当今圣人裁决。请圣人裁决。民心所向，县令也不敢轻举妄动，担心东窗事发，刘申准备偷梁换柱，命人暗中将美米调换成好米。牡丹早就猜出他会狗急跳墙，所以故意引蛇出洞，在半路等着他。时机成熟，则当众拆穿他以次充好的罪行。人证物证俱在，刘申百口莫辩，被百姓打得落荒而逃。牡丹一击即中，将他打落水中。昔日预录的仇终于得报了。为了救出父亲，刘畅不得不同意与县主成婚，县主也欣然接受了，转头便去求父亲出面保下刘申。见父亲不肯，他便以死相逼。宁王迫于无奈，只能成全了女儿。刘申虽免了死罪，但是必须严惩。大仇得报，牡丹却并不开心。他知道，只要刘畅一日是宁王的赘婿，刘申犯天大的罪也能逃脱得了王法。另一边，圣意行尸走肉般的活着。看到他绣的牡丹，王晴不由得想到何为芳，一气之下用剪刀戳烂他的刺绣。可这不仅仅只是手帕，这是怀绣香，是他和牡丹第一次一起开发出的花。那段美好的像是偷来的时光，对他而言是他的整个世界。这也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压抑已久的情绪彻底爆发，他下定决心亲手手刃了王晴，用毁灭的方式完成了第一次勇敢，手起刀落。可惜也是最后一次了。他偷偷去看望了牡丹，并将刺绣和书信转交给他。牡丹一眼便察觉圣意出事了。杀人后，他主动向官府自首，却无处申冤。这一天的黄昏和那天一样好看。此生不舍，唯有两人。一愿你万事顺遂，二愿六郎身体康健。珍重。他选择自枪结束了秦舞娘悲惨的一生。圣意终究成了不公世道的刀下魂。牡丹万万没想到，最后一面竟天人永隔。想到两人从破庙白手起家，到后来的相互扶持，牡丹痛心疾首。随后，他与大夫安置了圣意，并在他的旁边种满了怀绣香，希望下辈子他只做万事顺遂、一生无忧的秦圣意。大结局，刘畅被逼成为赘婿，不仅被宁王废了一条腿，还要眼睁睁看着前妻牡丹与蒋长阳大婚。这一刻，他彻底黑化。前不久，县主得知刘畅对牡丹念念不忘，为了出气，在打马球赛时故意将牡丹叫到跟前，随后用簪子刺伤马，故意制造牡丹致使自己坠马的假象，结果自食恶果，以至于终生不育。危机时刻，淑妃及时出手，他才得以保住性命。县主的朋友纷纷要降罪于牡丹。久居后宫的淑妃对各种手段了如指掌，一眼便看穿李幼珍的计谋。她不忍无辜之人蒙冤丧命，于是将牡丹带至自己的宫殿。牡丹得知救自己的事，淑妃十分诧异。在她的认知里，除了蒋长阳，那些高官显贵皆是人命如草芥，而淑妃却有着侠义心肠，为人随性洒脱。淑妃表示被困宫中无趣，希望牡丹每月进宫为她讲述宫外趣事。牡丹欣然答应了。与此同时，宁王得知女儿因牡丹再不能生育，瞬间恼羞成怒，命人去蒋府抓捕牡丹。为了保住牡丹的性命，蒋长阳只能借口要纳她为妾。见宁王不为所动，他只能抛出筹码。权势一族失势，如今朱道转运副使一直空缺，朕人许我举荐贤人，我朕打算找大王帮我甄选一个。若这喜事没了，只怕这赏赐也没了。况且自己纳了牡丹，正好斩断刘畅对他的念想。最终宁王为了利益只能妥协，而倒霉的就是刘畅了。宁王将与刘家结亲改为入赘，自命清高的刘畅坚决不允，公然忤逆宁王的意愿。他苦痛10分，就要我苦痛100倍吗？他无法生育，就要逼我入赘，断子绝孙吗？刘家好歹是簪缨世家，
并非要依照婚事，万事穷荣才能活得下去。亲可以亲，但若我为赘婿，绝无可能。此举彻底激怒了宁王，今日就要让刘家断子绝孙。刘父彻底慌了，不顾儿子的反对，直接签订了婚书。尽管如此，刘畅铮铮铁骨，死也不做赘婿。宁王恼羞成怒，命人直接废了他的一条腿，随后将他丢到牢房磨练心性，直到同意与幼珍的婚事为止。牢房中的刘畅不吃不喝，意图自生自灭。宁王为了让他死心，将牡丹与蒋长阳即将大婚的消息告知他。良禽不可同婚啊！更改户籍不过是花鸟使的一句话，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哪一点比得上蒋长阳？经受双重打击的他，在这一刻彻底黑化。他选择和蒋长阳同一天大婚，并且利用李幼珍对自己的感情，为自己谋划一条复仇之路。很快到了大婚之日，刘畅与狠心的父母彻底划清界限。路上看到牡丹与蒋长阳举止亲密的样子，他瞬间黑了脸。他强忍着心中的怒火入赘宁王府，每一个环节都是在委曲求全。看到县主的那一刻，脑海中不自觉又浮现了牡丹的影子。在权势的压榨下，铮铮傲骨的他如同断了的腿，没有一丝反抗的可能。最终他忍气吞声和县主完成了大婚。反观牡丹与蒋长阳的婚礼，两个人说不清道不明，在心里疯狂滋长的爱意实在是太浓烈了。他温柔地看着牡丹，眼底的笑意直达心里。牡丹也十分害羞，与和刘畅结婚时完全不一样，爱与不爱简直不要太明显。国色芳华第一季大结局高燃部分一集看完，蒋长阳前脚刚和牡丹大婚，后脚就被宁王逼迫又纳了一房妾室，但是丝毫影响不到两人的感情。牡丹最终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夺回母亲送给她的方圆，生意日益兴隆。大婚虽是权宜之计，但是两人满眼的爱意是藏不住的。蒋长阳将母亲贴身之物以小姨的名义送给牡丹，带着母亲的期许，与牡丹结发同心，白头偕老。反观刘畅与李幼珍的洞房花烛夜，李幼珍却独守空房，眼睁睁看着刘畅对牡丹的花情深意切，心中的怒火彻底爆发。告诉全府，别让我在府中见到一朵牡丹，一瓣莲花。是。刘畅从入赘那一刻开始黑化，第一件事就是要惩治曾经欺辱过自己的阁属令。阁属令若真有此心啊，不如将这马厩水槽里的脏水一滴不剩的都喝干，日后吃住都在这马厩。若能如此精业为官，本官倒也不是不能为你举荐一个为马小吏之术。接下来就轮到弃他于不顾的父母了。回门后，他亲自下厨炖了一锅肉汤，父亲还是像从前那般对他指手画脚，可刘畅却不再逆来顺受。我这条腿被打断的时候，你在何处呢？我在地牢里绝食抗婚之时，你又在何处？你在说20年来聘我，我活得还不如你的那条狗自由。说你怎么跟你？儿子说，你倒是想要这个步步高升的儿子？看你们这对摇尾乞怜、无情无义的父母，我不让了！为了反抗父母，刘畅将他们最宝贝的狗炖了，这味道恐怕他们一辈子都忘不了。从今以后，他再也不会受他们的掌控了。与此同时，宁王给牡丹添堵，更是为了在蒋府安插眼线。他直接一女连州嫁给蒋长阳，如果他不接受的话，就是和自己离心。蒋长阳无奈只能应了这门婚事。大婚之日，牡丹一出场就碾压了小妾，连州为了报复，故意当众让牡丹难堪。好在蒋长阳在一旁替牡丹解围，牡丹非但不放在心上，反而趁机给自己的方圆打了波广告。他亲手酿的百花酿得到了众人的一致好评，不得不说他还真是生意脑。最后他以事务繁忙为由，将掌家权交给了连州。洞房花烛夜，蒋长阳却去了牡丹那里，连州心有不甘，起身去寻，两人瞬间戏精附体。我让牡丹陪我玩出谱，今日啊，我定要赢你个干净。可是连州却执意要加入，为了摆脱对方，蒋长阳故意装作烂醉如泥，牡丹则趁机将小妾拒之门外。连州误以为蒋长阳是纨绔子弟，早晚有一天会厌弃牡丹。隔天，汤大娘拿了一盒桂花糕，称是一位郎君送来的谢礼。牡丹尝了一口，便猜到了是圣意的弟弟，于是冒雨前去寻找。原来秦六郎被兄嫂赶了出来，只身来到了长安。当看到姐姐的画像，他便确认眼前之人是何为芳。牡丹高兴极了，将他带回家，
经过诊治发现他患了咳疾，需要用名贵药材调理才能好。为了让六郎安心住下，牡丹付了药费，并让小春保守秘密。六郎醒后，牡丹带他去了曾经和圣衣摆摊的地方，不仅帮他置办了衣物，还同他讲述了他与圣衣的姐妹之情。牡丹知晓圣衣这一生过得谨小慎微，定不会希望弟弟步他的后尘，所以往后他一定会代替圣衣照顾好六郎。随着牡丹方圆开业，不仅生意兴隆，还收留了许多苦难的女子。国色芳华第1季至此圆满结局。